今天的白银说税节目，我们将和大家聊一下低空经济和土木工程的关系。在美国，无人机也已经在伊利诺伊州的建筑工地上被总承包商用于安全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用途中。最近在隧道建设中英文刊的2025年第2期中，我看到了一篇名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数据统计与发展分析》的文章。文章谈到中国轨道交通发展的4个方向，如更注重网络融合、既有线更新改造和地摊建设，贯彻落实新质生产力的理念，以便捷、高效、安全、绿色、经济为技术发展指导原则，因地制宜开展低运量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提高投资效益，推动轨道交通与低空建设融合发展。近期主要体现在利用无人机担任巡检巡查任务。文中讲到，2024年年初以来，青岛、合肥、深圳、济南、苏州等地率先尝试开展轨道加低空经济业务，集中利用无人机对线路设施设备进行巡查。由于无人机可以克服地面障碍物的限制，从多个角度对巡检部位进行识别和检测，搭配高精度智能化的感知设备，提高作业效率。无人机体积小，便于携带，起降方便，而且随着我国无人机技术的不断成熟，其使用成本降低，无人机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更是可以期待的。无人机在轨道交通领域应用的主要目的是及时消除隐患，排除障碍，保证运营安全。我对其中的利用无人机担任巡检巡查任务特别关注，因为这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应用，它可以避免曾经在我国发生过的在上海和深圳地铁隧道建完以后，被地铁沿线承担其他工程施工任务的承包商打穿地铁隧道结构的事故。我记得深圳地铁的那个实例是地铁已经运营了，而上海的那个实例只是完成了土建施工。由于本人当时也是事故处理的专家组成员之一，今天也就顺便讲一下上海地铁是如何处理破损隧道的方法吧。隧道破损的情况呢是这么发生的，就是在2008年的12月19日，京沪铁路在施工管桩的时候部分的管桩就打穿了我们上海的轨道交通11号线。在500多环的时候呢，因为它上面打穿了以后泥土就进入到隧道了，也可以看到有桩已经进入到隧道里边，那根桩而且还贯穿了那个隧道，就是把底下也打穿了。这张图呢是给大家看到的，就是管桩进入到隧道的这么一张图，把隧道打破损的这张图。这个是当时就是地面上的一个情况，我们拍的照片你们可以看到的。那么我们这2条隧道我们讲到了，有一条隧道是顶部打穿了，下面没有打破，还有一条隧道上面下面都打破了。所以我们首先对没有完全破损的那条隧道，就是上面破损下面没有破损的隧道呢，进行上面呢冻结加固，加固完以后呢，然后呢我们人进去以后呢，对隧道进行修复，修复完以后，我们在这条隧道里边钻孔，我们对这个上下都被打穿的这个隧道呢，全部进行周边的冻结加固。那么这个打孔的话是通过相邻的隧道过来打孔的，然后等这个加固完以后，然后再对这个隧道里边呢再进行修补。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隧道里面我们把土挖掉以后，同时我们就有支撑撑好。等隧道修复完以后然后呢再支撑的一环一环的把它拆除。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什么修复呢？就是用钢套环然后呢我们把钢套环焊接在隧道里边，然后形成一个钢内衬。当然了，大家知道钢结构的话，在耐久性方面不如钢筋混凝土，所以呢我们对钢结构呢也进行了一个防腐处理。好了，今天呢我们就介绍这里，下次呢欢迎大家继续观看我们的白银说税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